3和5之间是什么呀？4。不对，是和。一只鸡有几条腿？2条。多少毛？1身毛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喂饲料啊！宗主，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今天挨了2顿揍，再不给你吃点儿，明天你就该去讨饭了。那宗主，我能不能问？不能。宗主，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蛋。那蛋是谁下的？宗主，你别走啊！不是蛋的问题，是哲学，这是哲学问题。你再哲学一句，我就让你变成问题。那被下的那个算不算第一只鸡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要打我？因为你在挑战我的知识边界，而我的边界是用拳头画的。那既然你的边界是用拳头画的，那这个边界它是圆的还是方的？如果是圆的，那你的拳头岂不是个圆规？如果是方的，那4个角的地方是不是知识盲区？哎呦！宗主，你等等我呀！大早上的你往哪儿走？这荒郊野外的，万一遇到劫色的怎么办？虽然你长得凶，但你身材好啊！松口。我不，除非你告诉我我们要去哪儿。鬼窟岭。宗主，我有个问题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如果你被附身了，但你本身已经是个懒鬼了，那他们2个在你的身体里是会为了抢地盘打一架，还是会凑在一起打牌？还有，如果我在水底哭了，那我的眼泪是会让海变得更咸，还是我的眼泪直接变成了海的一部分？海会觉得我是在往他身上吐口水吗？我不问了，我闭嘴，我是一块石头。宗主，你说如果我打自己一拳，然后我觉得很痛，那到底说明我是太强了还是太弱了？说明你太闲了。不是啊，这是个严肃的逻辑问题。我太强了，所以我能打痛，但如果我太弱了，我才会承受不住这一拳。闭嘴，我们进迷阵了。宗主，如果我们在山谷里大喊一声我是个傻子，然后山谷的回音也喊我是个傻子，那是山谷在骂我，还是我在骂我自己？你在陈述事实。敢擅闯鬼窟岭，若想活命，需回答5之谜题。智力答题环节，快问，我最擅长这个了。听好，什么东西？早上4条腿，中午2条腿，晚上……太老套了，换一个，你这也不行啊！几千年没更新题库了吧？大胆狂！听好，如果一条蜈蚣突然脚抽筋了，它要怎么知道是哪条腿抽筋了？还有，如果蛇想穿裤子，它是应该穿几个筒子的？如果穿1个筒子，那它穿的算裤子还是裙子？蛇不穿。别逃避问题。最后一个，如果一个隐身修士在黑暗中隐身，那他的影子是消失了，还是他本身变成了影子？如果变成了影子，那他还需要隐身吗？看到没，宗主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如果我现在把你扔进前面的悬崖，你是会先摔死，还是先被饿死？我睡着了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。哇，好多新朋友！想找暗影阁的地宫，得加钱。你要多少？500块上品灵石。你这老鬼，竟敢漫天要价！老头，你数学是不是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如果你收我们500块灵石，但我们没钱，你把我们灭了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，对吧？
你免费把情报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欠你一个人情。等我们灭完暗影阁，你还可以跟暗影阁的仇家说，是你找人灭的。你是不是能赚人情和零食？对呀，暗影阁仇家那么多，如果我拿着这个名头去敲诈，不对，去募捐，何止500块呀！就是嘛，格局要打开。小兄弟，我老鬼做生意太保守了。嘿嘿，那入口就在老槐树下面，敲5下树看。祝你们马到成功。宗主，我厉害吧？兵不血刃，空手套白狼。走。青鸾峰。找到了。宗主，我有点害怕。如果我被这里的机关射成了刺猬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跟豪猪相亲了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当暗影。我好害怕呀！影爵，你我之间的恩怨，该做个了断了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玄天宗的宗主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天，你就和你的宗门圣物一起长眠于此吧。废话真多。去嘎吧，小家伙！等等，你砍我之前，我能不能问个问题？什么？如果你把我砍秃了，那这算是暗杀还是理发？如果是理发，我需要给你小费吗？如果不给小费，你会不会去告我白嫖？宗主加油，我给你打掩护。喂，那个拿火球的，如果你把火球扔向我，而我已经觉得很热了，那你是在攻击我，还是在给我蒸桑芽？去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秘术引父。在我的暗影领域里，我就是神。你的剑再快，也斩不断没有实体的影子。嘿，戴面具的，急着送人头。你说你是影子，那如果我闭上眼睛，你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我送你长眠。宗主，我刚才是不是超勇的？我这算不算救了你一命？你确实立功了。那我们是不是扯平了？以后你不能再随便打我了。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？说。如果一只虫子掉进了你的茶杯里，你不小心喝了下去，那你到底算是吃了一只虫子，还是喝了一口肉汤？走你！宗主，你不讲武德，这是哲学，哲学！老兄，你每天倒着睡觉，那你吃下去的会不会从嘴里掉出来？如果不会，那你的胃是不是反的？如果你正过来，那你就不算真正的倒挂生物了。你这是在欺骗大自然，你是个伪君子。唉，现在的野生动物心理素质太差了，一点都不热爱哲学。
宗主，你来接我啦！我只是顺路，如果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的嘴缝起来。站住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。等一下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刚才说此山是你开的，啊，对啊，这山当然是我们开的。那你开山有批文吗？你凭什么说它是你开的？你这是虚假宣传，是侵占公共自然资源。老二，咱们有批文吗？大哥，咱们是劫匪，劫匪要什么批文啊？对呀，我们是劫匪！少废话，交出灵石和法宝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收了过路费，有给过发票吗？那这笔钱你是打算用来修路，还是打算用来给山做保养？我拿去喝酒啊！你看，他拿去喝酒，这是赤裸裸的抢劫！大哥，咱们本来就是抢劫的。闭嘴！今天你们不把储物戒留下，就别想活着走出去。好，退一万步说，我把这块石头从这边搬到那边，这山还算你开的吗？啊？山的地形被我改变了，那这座新山算不算我参与了建设？那我是不是成了股东？这，老二老三，他说的好有道理。我们是不是该给他分红？大哥，你醒醒，他是猎物啊，猎物怎么能当股东呢？为什么不能？如果你打劫了我，但我欠了一屁股债，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的债务一起打劫走？啥？债务？对呀，我刚才欠了500块上品灵石，你们既然要打劫我的一切，那来吧，这是欠条。500块上品灵石，大哥，这单生意不能做，做了就破产了。对，大哥，这小子是个毒资产，咱们不能接盘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脑子要炸了！不堪一击。我用逻辑摧毁了他们的道心，你用物理摧毁了他们的肉体。我们简直是修仙界的卧龙凤亭。如果你再用卧龙凤亭来形容我们，我就让你一起飞出去。一壶粗茶，2个馒头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宗主，说，如果馒头没有馅儿，那它为什么不叫面包？既然它叫馒头，那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头？它叫馒头，是因为它就是馒头。那如果我把它压扁呢？你看，它现在扁了，那它现在算馒头还是算大饼？还有，宗主，你吃饼。宗主，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就这，一面破镜子。你要是缺镜子，我可以用尿给你吃一个水挖出来，效果一样的。这是玄天宝剑，能照见前世今生，勘破一切虚妄。哦，那宗主，如果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那镜子里的我是不是也在看我？那如果我打镜子里的我一拳，是我疼还是他疼？它只是一面法宝，可是法宝也有人权啊！完了！
果吃霸王餐被抓住了，我只会翻跟头，这够抵饭钱吗？闭嘴！有人来了。无量天尊，玄天宗主，别来无恙。青云宗的云鹤长老，有何贵干？听闻玄天宗主昨夜夺回了修仙界至宝玄天宝剑，此等壮举，实乃我正道之光，老朽佩服。说重点。玄天宝剑乃上古神器，还请玄天宗主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将宝剑交于修仙联盟保管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交由修仙联盟保管？正是。那修仙联盟的盟主是谁？自然是我青云宗的宗主青云子真人。哦，那如果你们盟主突然死掉了，那这宝物归谁？放肆！黄口小儿竟敢诅咒我宗宗主！这是假设，你懂吗？如果他死了，宝物是不是归他儿子？如果归他儿子，那你们刚才说的天下苍生算什么？难道他儿子叫苍生？一派胡言！修仙联盟岂会做这等中饱私囊之事？我们是为了天下苍生。那天下苍生同意了吗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宝剑在你们手里丢了，你们赔不赔？自然是不可能丢的。我是说如果丢了呢？既然你们赔不起，那这就是一笔无本万利的买卖呀！你们这是空手套白狼。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布阵！哇，打架了，要动手了！玄天宗主，我这4象诛魔阵乃是青云宗绝学，你若现在交出宝剑，还能留个全尸。你们的话比他还多。走。哎，宗主你好帅啊！不用剑就把他们打进了泥坑。不过宗主，他们会不会在泥潭里顿悟？比如悟出泥巴糊墙之类的绝世神功，需要向他们收学费吗？宗主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是不是在思考学费问题？我觉得收10块下品灵石就够了，毕竟他们看起来也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宗主，你说话呀！如果你不说话，我怎么知道你还在喘气？如果你不喘气了，那你是僵尸还是丧尸？我需要你闭嘴。好，我闭嘴。宗主，如果我一直闭着嘴，但我用腹语说话，我算不算闭嘴了？如果算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能听到我的声音？是不是你的耳朵不听话，非要偷听我的肚子讲话？宗主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也是哲学，这是关于声音传播和器官独立性的伟大哲学命。走你！宗主，你又不讲武德！喂，风老兄，现在是你在推我，还是我在撞你啊？如果我在撞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礼貌？如果你觉得我没礼貌，你为什么不躲开啊？哇哦，金色的蹦床！何方妖孽，竟敢强攻我玄天宗大阵！众弟子听令，结！这是什么绝世暗器？竟然能无视护宗大阵的灵力法则？难道是传说中的破阵珠成精了？长老，追不追？追个屁！快去通知二长老，那暗器冲着他的丹康去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的蛋啊！谁？是谁毁了老夫的心血？老夫要把你炼成！这什么味儿啊？比宗主的脚丫子还熏人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是东西，我是晃晃。老头儿，你刚才在煮什么汤？为什么汤里没有肉，只有一堆石头和草？那是9转还魂丹，是丹药。
不是汤！你竟敢毁我神丹！等等，你炼的是丹药对吧？那我问你，你这丹药炼出来是圆的还是方的？废话，天下丹药自然都是圆润无瑕的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丹药是圆的，那它吃进肚子里之后，会不会直接滚出来？啊？你看啊，肠子是滑的，人家吃下去，嗖的一下就排出来了。那药效怎么吸收？修仙者的肠胃有灵力化解，怎会滚出来？那如果药效太强，灵力化解不了呢？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炼成方的？方的有棱角，能卡在里面慢慢吸收，这不比圆的效率高多了吗？方的卡在里面。对啊，不然你这九转还魂丹，魂还没还回来，丹先掉地上了，这多尴尬呀！老夫炼丹300年，竟然从未考虑过丹药在肠道内的摩擦力问题。老夫是个庸医，老夫是个庸医啊！不用谢，我只是一个热爱真理的过客。终于回来了。摩擦力，一定要有摩擦力，不能滚出来。刻个倒刺，对，刻个王八的形状，绝对卡得死死的。方的咽不下去呀，可是圆的留不住啊！那个孽畜在哪儿？回宗主，那只神兽它去藏宝阁了。藏宝阁？老头儿，你既然是守门的，那如果门被小偷拆了扛走了，你算不算失职？藏宝阁的门乃是万年玄冰铁所铸，重达万斤，且有阵法加持，无人能扛走。我是说如果门被扛走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成了个摆设？老朽自然会与贼人死战到底。那贼人如果只偷门不进阁呢？他把门偷走了，你为了保护阁里的宝物，不能去追门，但你又是守门长老，门丢了你又得担责，你到底去不去追？而且啊，如果贼把门装在了自己家，那你是不是还得去他家守门？毕竟你是守门长老啊！你这妖言惑众的孽障，老朽这就超度了你！住手！宗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老头不讲武德，说不过就动手，你快教训他！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扔你的时候没有用尽全力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扔的极好，抛物线完美，风阻计算精确，我甚至在空中领悟到了空气动力学的真谛。开阁门，我要存放玄天宝剑。宗主，那个发光的珠子是什么？如果我把它吞了，我会变成电灯泡吗？闭嘴！那把剑为什么在自己飞？它是不是成精了？如果它成精了，它需要交住宿费吗？毕竟这里是你们的房子呀。闭嘴！那个鼎好大，能炖几只羊？玄天宝剑乃上古神器，脾气古怪，你若再敢胡言乱语惊扰了他，我立刻把你扔进那个鼎里炼成渣。神器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是一面破镜子。开！风！哦，喂，破镜子！你干什么？我就是好奇嘛。宗主，你说它能照见前世今生，勘破一切虚妄，对吧？那我问你啊，
如果我前世是一头猪，那我今生吃猪肉的时候，这算不算同类相吃？怎么回事？哇，它亮了，它亮了！别发亮啊，你回答问题啊！孽畜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就戳了戳，我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探讨一下轮回灵力学。还有啊，如果他能照出前世，那他自己的前世吗？如果他前世是块铁矿石，那他现在照镜子，是不是在看自己的尸体？他会不会觉得害怕啊？不！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警告：逻辑死句，错误代码404，目标生物不存在于当前修仙天道法则库中。判定结果：该生物为宇宙级杠精本源碎片，建议立即销毁，否则将引发天道智商降级。宗主，这镜子坏了吧？他放的这是啥电影啊？连个字幕都没有。宗主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不是觉得这镜子太没用了？要不我再问他一个简单点的问题。哇，宗主，你终于要拔剑自刎了吗？难道你被我的哲学问题折服，觉得活着太累了？我要超度了你！宗主，冷静啊！那是宗门重地，不能用大招啊！宗主，如果你现在把我砸进思过崖，那以后别人来思过，是不是就等于在向我忏悔？闭嘴！宗主，如果你现在把我砸下去，我刚好砸死了一只正在拉屎的鸟，那这只鸟在生死簿上该怎么写？写它死于非是吗？终于，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去泡壶好茶，拿碟瓜子，随本座去崖顶赏月。宗主，现在是赏月，就是正午。怎么，你也想说探讨一下太阳和月亮的哲学关系？你今天挨了2顿揍，再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要上天了。8000年了，整整8000年，玄天老狗的封印终于松动了。今日我要让这天下再次笼罩在血与火的恐惧之中。不要！等一下，你在跟吾说话？对啊，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你刚才说你在这里睡了8000年。不错，怕了吗？怕就跪下，我可以赐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我不怕，我只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卫生问题。如果你在这里睡了8000年，那你这8000年里有没有刷过牙？吾乃魔尊，早已辟谷，何须刷牙？辟谷只是不吃饭，不代表口腔里没有细菌繁殖啊。8000年不刷牙，老兄，你现在已经算作一种大规模生化武器了。如果你对着修仙界哈一口气，大家都被你熏死了。找死！九幽吞心掌！哼哼，聒噪的蝼蚁。可是，如果大家是被熏死的，那你在修仙联盟的犯罪记录上罪名是屠杀，
还是随地吐气破坏环境啊？你怎么可能接得住吾的九幽摧心掌？他自己从我身上穿过去了，而且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污灭了你！天魔乱舞，血海滔天！这下总该倒下了吧？老兄，你这就不讲理了。如果你打了我半个时辰，我连皮都没破一点，那到底是因为你太虚了，还是因为我太硬了？如果是你太虚了，那你这魔尊的含金量也太低了吧？吾没有。如果是我太硬了，那你打我这么久，你的手不疼吗？如果你的手疼，那你刚才这一波操作到底是在打我，还是在自虐？别念了，别念了，吾认输无虚了，求求你闭嘴吧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做魔要诚实，要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。既然你认输了，那以后我就是你大哥了，懂？懂，大哥。很好，走，带大哥出去透透气。这里太黑了，不利于我进行光合作用。宗主当心，这妖孽邪门的很，他会吞噬万物。宗主，宗主，救命！救命！到底是谁？已被未知逻辑病毒深度污染，污染度达到99%。本主脑奉命降临，执行修仙界格式化重启程序。格式化重启？你想毁灭整个修仙界？更正是清理并重建，所有携带错误逻辑的数据都将被抹除。大言不惭！这不可能！再借我一招万剑归宗！去！清理障碍完毕，开始执行全局国手化。扫描目标，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未知高原逻辑体，错误代码404，无法解析，无法解析。小渊渊，靠过去点，大哥要跟这个手电筒好好讲讲道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存在导致了天道智商的整体降级，你必须被抹除。放屁！如果我是错误，那创造我的这个宇宙是不是个残次品？宇宙是完美的，那他怎么会创造出我这个错误？如果他不完美，那你这个清理程序不就是个扫地机器人吗？一个扫地机器人凭什么管我？警告！逻辑冲突检测中，灭杀程序启动，因果律武器锁定，因果律判定你已被抹杀，结果已定，过程省略。扫地机，如果我命中注定要被你杀死，那说明我的死亡是命运已经安排好的结果，对吧？正确。那你现在不就是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因果律，逻辑，资源浪费。大哥牛逼！现在轮到我提问了。第一题，如果你是全能的，那能不能创造一块你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？如果你连块石头都造不出来，你算哪门子全能？计算中，死循环，内存误出10%。第二题，如果我说我正在撒谎，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？你给我个准信啊！悖论检测，逻辑引擎过载，内存败50%。第三题，你们修仙界讲究灵气守恒，对吧？大家天天都在吸天地灵气，吸进去了又不吐出来，那几万年下来，
天地灵气不早就被吸干了吗？灵气守恒，反哺。错误！致命逻辑冲突，中央处理器温度过高，无法冷却！快要炸了，大哥快跑！跑什么？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我只是个打工的程序，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些？我不干了！基于原燃烧3要素，我已提供充足的灵力作为忍燃物，现场空气流通，且我心头的怒火已达到着火点，请天地法则批准燃烧。我敲重，反对。对方虽然提供了3要素，但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，热量不可能自发的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。我的水盾温度极低，你的火球在接触的瞬间就会发生熵增混乱。请天地法则驳回对方的燃烧请求。水流部起！你强词夺理，热力学定律管不到灵气层面。怎么管不到？灵气不也是一种能量吗？能量就要守恒，不服我们来辩论能量守恒公式。你崛起半寸，要所以能上图形，在工业化不到，废核不转不到，核用物不出现。喂，宗主，如果我闭上眼睛，世界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世界存不存在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现在不闭上嘴巴回去睡觉，你的晚饭就真的不存在了。我错了。今晚吃什么？有烤鲫鱼吗？我要吃有摩擦力的那一种。